大家好，我戴眼镜的话筒拿了3篇片。前几天冯小刚导演的都市剧《北辙南辕》播出了，我看了几集，大受震撼。首先要重点表扬这个剧名啊，《北辙南辕》非常好的概括了这部剧的总体特征，那就是离谱。本剧主要讲了5个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一起创业开饭店的事儿。表面上主人公们各有各的人生困境，但实际上，相比于大多数普通观众，他们本身就生在罗马，住大 house 开豪车，有霸总闺蜜帮衬着，要钱不愁，找工作全靠关系，完全就是一出进阶版的《小时代》。想当初陈凯歌参加演员请就位，有人评论说他是老年版的郭敬明。现如今冯导也郭敬明化了，我不知道宇宙的尽头到底是不是铁岭，但导演们的尽头恐怕真的是郭敬明。其实剧中的几位女性形象都很鲜明，演员的表演基本上也都恰如其分，但问题在于围绕他们展开的故事本身已经悬浮到了平流层，处处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咱们一个个来看。金晨在海外多年，住的就是海景大别墅，后来跟未婚夫分手回国，投奔了自己的奶奶刘晓庆。奶奶更狠，一个人独住一栋大别墅，光看这个门牌号就知道有多贵了。采光优秀，视野开阔。欢迎回家，这是你们家一套395个平米的一个江景。也不知道奶奶打扫起来累不累，我都想去在家打扫卫生了，包吃住就行。因为之前没做过朝9晚5的工作，会偷看金晨的交集面。做演员的表妹蓝盈莹带他参加了一个饭局，饭局上的老板张绍刚见金晨盘量调顺会喝酒，果断把他拉到自己的公司做商务。具体都干嘛呢？陪大老板们吃饭。我们很多合同啊，就是在饭局上签。后来金晨就一直出入各种饭局，就没见过他在公司做过班。做商务的确有很多社交需求，但也不是只有社交需求吧。这样的情节设置不仅悬浮，更是对这个工种的不尊重。顺利入职以后，金晨很快就帮老板谈下一个大案子。公司代理的客户准备给一部剧投广告，剧中男一临时换成了新人，大牌的男二不服气自己被新人压翻，于是提出了解约。然而客户正是看中了男二才决定植入，男二出走，客户也不准备再继续合作。为了稳住男二，老板带着金晨和宋丹丹饰演的经纪人来了波商务会谈。饭桌上，经纪人软硬不吃，金晨却斗胆站出来说话，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不太懂影视行业啊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不懂你废什么话。接下来的话更离谱，他故意激怒经纪人，说什么私番位有失易德，像他这样的职业经纪人，还有男二这样的好演员，不可能干这种事。给新人做配传出去，不仅不丢人，还是一桩美谈，最后还不忘上价值。提携新人，这个行业才有未来啊。然后呢，经纪人居然就这么被金晨打动了。一个资深经纪人完全不管公司和自家艺人的利益，就这么被一个圈子外的小姑娘用激将法给说服了，这合理吗？这不合理。事成后，老板直接给金晨在微信上转了2万块提成，我当时就蒙圈了。贵公司奖金都是大老板现结的吗？再看金晨的表妹蓝盈莹，她是个小演员，嘴上说着自己就是一跑龙套的，实际上住在北京一个4合院的厢房里，小屋装修十分精致，客厅卧室厨卫齐全，没个18000肯定下不来。除了金晨、蓝盈莹这种嘴上喊穷，实际上过得贼滋润的，剧里真有一个大老板，王珞丹饰演一位投资人，在北京住着事业超好的大平层，出门有司机接送，出手阔绰，为人直爽。之前跟家庭主妇小梦有过一面之缘，回北京以后，小梦捡到了他的钱包，一路开车追着还给了他。为表达对小梦的感谢，王珞丹第一次去小梦家，直接送了他一台昂贵的洗衣机。我知道编剧是想表现大老板的出手阔绰，但是送之前是不是现在去人家厨房量量尺寸啥的？万一放不下，你说多尴尬？当然了，小梦的家底儿也挺厚的，买菜代步开的是宝马，老公华子是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在北京核心地段有一套宽敞的大三居。为了照顾一双儿女，小梦就当了全职太太，业余时间写写小说，版权一卖，一次性进账20万。小梦想出去工作，王珞丹找她合伙开饭店，她也十分心动，但老公总让她安心在家带孩子。比小梦更没自我的是王珞丹的老乡小冯。小冯学历不高，多年来都是男朋友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。如今男朋友在北京搞科研，她碰巧有亲戚出国，需要有人帮忙看房子，她就顺势住了下来。平时跟着王珞丹四处溜达，周末就等着男友来家里吃饭。得，姐妹5个，人人都是大 house，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，除了屏幕前的我们。剧里说小冯男友在读博士后，2人准备等男友拿到学位买了房再结婚。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，而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，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，是一段工作经历，并非某种学位。10年来，小冯除了做微商，也没做过需要坐班的工作，一切都以男友的需求为先。然而男友却处处管着她，还嫌弃王珞丹把女友给带野了，女性价值在他面前简直全面陨落。小冯在网上预约厨师到家里做饭试菜，顺便邀请师傅加入他们的饭店。男友一看厨师长得眉清目秀，就可以揣测小冯跟厨师有一腿。这么一大桌子菜，你一人吃得了啊？我今儿要是不来，是不是你们俩就该烛光晚餐了？呸！他把女友管得服服帖帖，却从来没把她考虑进自己的未来。研究所为了出国做项目，他二话没说扔下女友，还想天开以为出趟国就能功成名就。
回国就是教授，有能力帮父母换大房子，把哥哥的孩子接来北京上学，出门还得有司机接送，甚至连老家同学的工作都能安排了，唯独没看到眼前这个陪伴他10年的女友，真是10年真心喂了狗。只是幻想自己回国后赚得盆满钵满，要我说就是一个白日做梦，怕是对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认知制度有什么误解。就这姐妹几个一拍即合，决定创业。王老丹一个职业投资人都没主意，不知道做什么买卖。小冯提议开饭店，王老丹就采纳了。没有市场调研，没有股东会议，小冯更是借着家里开过饭馆的优势，顺利当上了饭店经理。竞聘过程堪称儿戏。更不可理喻的是，每个角色的困境好像都跟男性有关。新晨跟未婚夫较劲，小梦、小冯在家当保姆，跟老公跟男友较劲。好像饭馆一开，他们就是独立女性了，生活里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。这不是在反映女性的现实困境，根本就是在矮化女性。显然他们的格局就那么丁点大。情节之外，整部剧的语言非常风格化，有着明显的冯氏特色，随便拎出个角色都能言善辩，喋喋不休。我从一个激情澎湃的小媳妇儿进化成冷漠的中年妇女，就更没时间跟我进行情感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了。这一通演讲逻辑清晰，层次分明，说完都被他喘气儿的，看着很有深度，细品起来内容单薄，无非是编剧在借人物之口抖机灵。而想不想问问屏幕前的女性观众们，你们在和闺蜜聊天的时候，真的会用情感层面的沟通和交流这种词儿吗？这也太掉书袋了吧！人物和创业故事不怎么着调，剧里倒是藏了不少冯导的私货。这几年，冯小刚先后拍了《芳华》《只有云知道》，都是怀旧向的。他也强调这些电影适合带着爸妈去看，怀旧本身没有问题，处处怀旧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，尤其配合女性创业的故事，多少显得有些割裂。刚打开《北镇南园》第1集，片头曲一响，我就知道坏了，冯导又要怀旧了。口琴声一出，苏联味马上就有。剧中，刘晓庆饰演金神的奶奶，蓝莹的姥姥。这个人物的主要功能就是怀旧，怀的就是冯导年轻时候那个旧。奶奶唱歌动听，蓝莹夸她人到70，宝刀不老，专业功夫仍然没丢了。好歹我也是师范学院声乐系毕业，那几年的汤可不能白喝了。蓝莹不解，别人都说饭不能白吃，姥姥咋说的是汤不能白喝？原来当年物资紧缺，姥姥把饭票都留给了姥爷，自己喝汤灌个水饱。一个细节就把人拉回几十年前，物资票券按人头发放，各个家庭都能出现女性粮食吃不完，男丁粮食不够吃的情况。除了怀旧段落，冯导也给剧里加了些段子，比如黄渤客串的那场戏，讽刺片场的数字先生，看上前几集的高光时刻。黄渤作为一个大牌，在各个剧组之间尬戏，蓝莹作为女主替身跟他对戏。黄渤进门连剧本都不看，负责把戏的情境、情绪大致描述出来，他稍加酝酿就敢正式开拍。台词呢，全靠工作人员提示。1、2、3、4、5。为了抢镜头，黄渤趁走位坐在画面中间，蓝莹也是个小机灵鬼，直接把头别过去面向镜头，结果还能被黄渤硬掰成背对镜头。更可笑的是，一场戏拍完，冯小刚本人饰演的导演坐在监视器后面感动落泪，大呼伯格戏好。这场戏有冯小刚本人坐镇，确实符合他幽默讽刺的风格。黄渤的演绎也十分有趣，当然他就算只是念数字，演技依然碾压现实中那些尬戏的小鲜肉。不过有趣之余，这场戏和怀旧戏码的问题一样，太跳脱，导演那个人表达盖过了剧本身的表达，对主线剧情推进没啥用。虽然就像不少人所说的那样，这部剧的确有电影质感，但小的情调不是人人消受得起的，不用通勤坐班熬夜的工作，提着动路也难找，除了阔绰的好友，更不是谁都能找得到。北镇南园凭空想象出一群看起来困苦艰难的女性，殊不知是为赋新诗强说愁，观众实在很难共情。这几年这种离开有表面的剧实在太多了，希望创作者们少点自恋，放过观众吧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片片说的还有那么一点道理，还请点赞支持一波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